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师局，我是唐韵。今年秋天北京的93阅兵，所有人都以为是习近平再秀最高统帅的舞台，结果呢，真正站在镁光灯下的可不是习哦，而是沉默的张又侠，还有抢镜的李强。在9月10号，张又侠在航天员授勋大会上竟然没有照例的高调表忠，官媒也干脆不报。9月9号，李强更是直接闯进了习的专属地盘，在教师节的慰问稿里面和习近平同框出现在了标题上。这一文一武两个人的同时动作，让外界好像闻到了不一样的信号。习近平虽然还在台上，但或许已经在一步步的被边缘化，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花瓶领袖。在北京93阅兵仪式上，有2个细节非常的耐人寻味。第一个呢，是在宣布仪式开始的时候，不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宣布的，而是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。当时是全场肃立，礼炮齐鸣，主角的位置那不言自明。第二点就是唯一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，他是坐在天安门城楼的前排，和正国级的领导人比肩观礼，这强烈地暗示着张又侠在军中地位的跃升。在去年中共3中全会以后，就有传闻说张又侠获得了元老的力挺，实际已经掌握了军队，如今好像更增加了佐证。那对比之下呢，习近平虽然仍然是站在聚光灯下，但是却掩盖不住风光背后的孤寂。而阅兵之后，张又侠和李强的后续动作更是让人警觉。我们先讲讲张又侠吧。9月10号，在北京举行的神舟18、19号航天员授勋颁奖仪式上，张又侠是代表了习近平和中央军委，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了热烈的祝贺，向航天战线的全体人员表达了问候，向他们呢颁发了奖章和证书。但是官媒报道就刻意不提他的讲话内容，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在2024年的同天召开的神舟16、17号颁奖仪式上也是如此。在过去的10多年里，军委副主席在此类场合都要必须高调的表忠。比如说在2013年神舟10号航天员颁奖授勋大会上，许其亮就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习主席重大决策指示。他还表示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接见航天员还有参研参试人员，充分地体现了对载人航天事业的高度重视，对航天人员的褒奖和鼓励，对航天人的关心和厚爱。再往前回溯到2017年的颁奖大会上，许其亮也再次地堆砌出维护核心看齐追随。他还声称，习近平是亲自的电贺神舟11号成功发射，亲自的与航天员通话，亲切的接见航天员还有参研参试的代表，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，体现了习发展航天事业的决心和意志，还有对航天人员的深切厚爱还有殷切的期望。再看2023年在神舟12号至15号航天员授勋颁奖大会上，何卫东那更是开篇就说要坚决贯彻党中央、习主席关于建设航天强国的决策部署，然后又提到习对航天事业的关心重视，曾亲临发射一线视察，还亲自与航天员天地通话，亲切接见了参研参试代表，还多次的签发了贺电、嘉奖等等。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，天天刷牙2、3次，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，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，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。从早到晚盯着屏幕6到8小时，感觉干涩、酸胀、畏光、眼压紧绷，你是不是也这样？我劝大家，眼睛越早护理越好，越省心。那我要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，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，贴上去大概3分钟，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。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，贴上去清清凉凉的，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，维持泪膜滋润。有86%的人反馈使用之后都更放松、更滋润。
如果呢你是日常保养，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。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最近用眼很多，可以增加使用频率，白天用2到4片，分时短贴，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，我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，一开始会流泪，试用之后就可以了。用完撕下来不扯皮，妆也不花，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。需要的朋友就点下方的链接，输入我的优惠码大10局，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。以上这3次大会呢，都是在习近平上台后召开的。2位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许其亮和卫东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。这些呀，都是官场标准的套路，先歌颂习，然后再谈航天。然而，到了张又侠这儿，却连续2年的沉默，缺席的是对习近平的效忠词，也不再戴高帽了。那这样的举动绝对是反常的。对一位老练的军中老将来说，这可不是忘词儿，而是有意为之。浸染中共官场几10年的张又侠，曾主持过、参加过很多授勋颁奖仪式，怎么会不懂官样文章的重要呢？如果张又侠在仪式上确实提了习近平，但官媒报道都只字不提他的讲话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或许不是张不会说官话，而是官媒不敢报，不能报，因为在他的讲话里缺少了对习绝对忠诚的语录。与其让外界解读成张不给习面子，还不如干脆删得一干二净。这份官方的沉默本身就是一个信号，军中最高场合已经不再是必须提习了。这意味着习在军中的最高指挥地位早已不是铁板一块。据官方资料显示，航天功勋奖章是中共授予航天员的一种奖章。这个奖章呢，是由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决定授予的。目前设立了3个级别。其中呢，前3次都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、中央军委主席亲自授予，第4到第10次是由一名中央军委副主席授予的。说完了武将，咱们再说说文官。李强也出现了一个异常之处，他闯进了习近平的专属地盘。9月9号，各大官媒报道习近平回信勉励特岗教师代表。这类新闻呢，向来是习的独角戏。往年习近平回信慰问教师，官媒是必定单独呈稿，标题和内容一律是习氏专场，其他人不可能插播。但今年却变了调，李强不仅在同一篇报道当中出现，还有了自己的批示，甚至是与习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了标题中。这种同场竞技的热烈场面，恐怕是近5年来的首次出现。更微妙的是，往年习近平都是代表党中央祝教师节快乐，今年呢却不再加这句了，少了个词儿。这背后呈现的是身份象征的变化。如果连党中央的名义都难以冠名，那是不是说习近平都已经无法代表党中央了？习的身份究竟还剩下多少实权呢？张又侠的沉默透露出军权已经不再是唯习马首是瞻，李强的强版面显示出政务权力正在悄然转移，一个不表忠，一个抢镜头。从官方新闻稿的细节里面外界看到的不是习的无所不能，而是他的权威被边缘化，还有稀释化。习近平的名字虽然依然在场，但却恐怕要逐渐的变成花瓶的角色了。只想问一句，中共当局还能把这些意向压下去多久呢？讲完一文一武的官员，我们再回头看看军队释放的信号。军报措辞逐渐生变，从听习指挥到听党指挥，这种去习留党的风向标也显示出习近平的军权岌岌可危。9月8号，将军军报头版刊发了评论，做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。文章开头依旧照例引用了习主席讲话，结尾也有表忠，但细读措辞却能觉察到一个关键的变化。文章中虽然依然强调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，
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，但以往必不可少的口号，坚决做到听习主席指挥，对习主席负责，让习主席放心，却被悄然删除，仅剩下听党指挥。这样的删减在中央的话语体系里面极不寻常。对比近年来的军报用语，这一转变也尤为明显。早在2019年，军报文章就曾大张旗鼓地刊发，始终做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部队，其中写明要用习思想武装头脑，落实到维护核心、听从习主席指挥上。2024年3月的军报更是直白，以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为题，强烈地强调兵权归一、军令归一，并称必须坚决做到听习主席指挥，对习主席负责，让习主席放心。那当时呢，军委主席负责制和对习负责几乎是硬性标配，如今呢却被淡化，甚至消失了。进入2025年后，这一趋势就更加明显，连续发出的信号就是删习留党。8月27号，军网刊文，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，已经看不见听习指挥的字眼了，只强调听党话，跟党走。9月8号的头版评论也再一次延续了这样的口径。短短1年间，军报的表忠方式从个人效忠转为了集体效忠，这等于是在刻意淡化习的核心地位，还有他的个人崇拜。由此可见军中对习的忠诚语言正在降温。从对习负责到听党指挥，从形式上，习依然是中共军委主席，名字依然被提及，但实际上，军报已经不再把习作为军中唯一的忠诚标识。不提习本身就是一面风向标，显示着军方正在为未来做准备。我们再来看看习近平的另一手烂牌，那就是经济。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，就是导致了大陆经济难以维系。有专家分析，过去10多年，习近平当局本来有多次机会修复中国经济，但每一次他都坚定地选择了加紧管控，而不是推动改革。结果呢，本来就已经累积已久的结构性问题，不但没有被化解，反而被层层政治化，还有僵化。华尔街日报披露，中南海收到了一份内部报告，警告说，如果不赶紧刺激增长，中国可能掉进通缩螺旋，重演美国大萧条的惨剧。可是习近平的回复让人目瞪口呆，他说，通缩有什么不好？大家不喜欢东西便宜吗？这话听起来不像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最高领导人，更像是早市里一位大叔一边买白菜一边嘟囔，今天比昨天更便宜5毛，划算。唯一的差别就是，大叔最多是算错自家的晚餐的钱，而习近平这个想法能坑掉10亿人的未来。通缩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总体经济危机，而中国把经济前景压在了一个外行人的拍脑袋上。等到大家都没钱了，最后恐怕连最便宜的大白菜也没有人买了。前面讲的这些内容，就如同一块块拼图，早已经把实情拼出来了。习的党政军大权都在被稀释，习近平也不懂经济。在外交上，他选择和普京、金正恩站在一起，在西方自由世界中是孤立无援，终于引发了反习的力量集体反弹。中南海的权力暗流是越来越复杂了，元老们还有张又侠的势力是正在重组，一切或许都不是空穴来风，而习近平正面临的是空前的挑战，大结局恐怕危矣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